火星情报局副局长登场。找您嘞。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，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，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。感谢地球的友好单位呢，优酷的大力支持了。哎，火星，我们大家又回来了，同学们。本期的会议的规则也会有所改变了，每一位特工都要有一个提案的，要有梗，又要好玩，还要有意义了。观众投票选出我们最后的王牌特工。虽然最终决定王牌特工的呢是观众投票，但是我们3位副局长呢是有一个特殊的方式来表示我们的认可。在提案的过程中，我们如果觉得你们发现的特别好，我们就给你屁股底下塞一个垫子，然后你会就越做越高。哇！表示你哇，你越来越棒。如果说的不好，我们是这样的，给这个台阶下，好不好？说垮了怎么办？您给你个台阶下，没事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给别人台阶下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好吧，哎，可以吧？哎，台阶已经先给王冕摆上了是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王冕。我呢是音乐脱口秀和他为数不多的朋友，然后音乐脱口秀和他另外一个朋友在这儿，一目了然。今年我有个遗憾，就是本来想跟大老师在最后一期脱友的时候同台，但是因为时间就没有撞上，所以我就一路追着大老师从地球来到火星。这边呢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，当然这边也有单口喜剧和他的朋友们。哎，你们是2个平台不能坐一块吗？还是？好的，全员到位了，我宣布火星情报局会议正式开始。大政委，第一个提案，你觉得应该让谁来负责第一个题？那当然，第一回要有我们的氛围，就是我们愤怒的刘伟，他来提案啦！我发现脱口秀真的冒号难冒号结束笑。哦，那边引号吧，那边引号，这是引号，引号啊，引号啊，各位，下去吧，投起来，翻译下去。我发现，这样我就在这，我发现，我就在这刘维不认识标点符号。哦。但是我给他个台阶下，下，这样你，我就这样吧，我就放这了哈。好，来，那我再来一次。我发现脱口秀真的很难笑啊！第一个提案这么严肃，脱口秀真的很好笑，其实。又推翻了。说实话，我自从入了火星之后，一直在攻克一个课题，就是如何让大家笑。所以我非常羡慕就是各位脱口秀的朋友们，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观众太爱笑了，就有时候笑的我吧，都觉得我自己不好笑。因为我自认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，是，绝对是这句话爆幽默。哎呀，听点大孩子还小。但是有的时候在看脱口秀的时候，现场观众的笑点其实和我在那个屏幕前看的那个笑点有点不一样哦。就比如说现场的时候，那个脱口秀演员一上去的时候，现场就笑了哦，然后我就懵了，哎呦，笑太早了。对，我那天会想说，是不是我的笑点有点不太对劲儿？教主刚才喝水了，因为他想骂你。不是，我一喝水，他一看我，我又不敢喝了。你喝水就喝水，为什么是那种仇恨的眼神啊？哎，来，真的拼多多啊！哎，对面，哇，合理排水哇，都在喝水。伟哥，要不然你展开讲吧，到底是哪一段好不好？
哎，给你托底，来，哦，没有，不用，先给你没有垫这儿。咱们自己人，所以讲完我再收回来。其实我个人觉得冒犯是脱口秀的一个精髓。然后正好我去录那期那个脱口秀的时候，嘉宾老师其中里面有孙越老师。我见到孙越老师那一刻，我真的是整个是对他的一个大尊敬。但是真的上舞台要讲脱口秀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必须要冒犯他。于是我在舞台上写了一段那个顺口溜，然后我突然就说到这个顺口溜，我心想说一定笑，然后我就直接在舞台上说。眼睛眯成一条线，笑容一定要灿烂。唱歌你再抖抖肩，一甩头，祝你平安。我模仿完了之后，现场鸦雀无声。这个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所有的观众根本就没有人在看我，都在看向谁？孙越老师，因为孙越老师。没有笑啊！我就看那个孙越老师坐在那儿没有笑，突然站起来说：“维维，我什么时候抖过肩？”然后我那一刻就觉得懵了，我说完蛋了！孙越老师质问我，我是一个特别尊敬人的人，我不想再冒犯了，反正也不好笑。我说孙越老师，我特别喜欢你的音乐，当我不 happy 的时候，我都会跳怎么 happy。我瞪大了双眼，怎么做就怎么 happy。孙越老师马上给我回了一个，然后当时现场的朋友们就真的笑了，所以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呀，不论你讲脱口秀还是在火星，其实你表现的怎么样只占50%，另外50%是在场的你们的每一位的笑脸。好了，我的抛砖引玉结束了，这个收拾一下啊，收走吧。好，掌声！但是我发现来看脱口秀的观众，是不是他也是对脱口秀有一个自己的节奏评判？比如说讲这段的时候，观众会等你那个底，他把那个笑是不是会留到那个时候？有时候我们会在笑点停顿，然后等观众笑，基本都能等到，对不对？等不到也蛮尴尬的。等不到愣等，等不到就死等。哎呦我天！所以待会儿如果我停顿的话，待会儿我就瞄着他，我自己下来2下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在我们这边停顿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啊，因为3张臭嘴都在这里啊。是有挑战性的。没事，我们这边教主根本不怕，是不是？哎，停顿是可以的，停顿是可以的，停顿是可以的。但我这边是单口喜剧，我不是脱口秀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我们是漫才，无所谓，我们不是脱口秀。音乐脱口秀也不太在乎。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好了，第一个提案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了。什么？刘维刚刚那个是很不正式的一个，是吧？他是要给大家打个样子，抛砖引玉，对不对？抛砖引玉一下吧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玉，好不好？下面这位特工啊，跟我的关系非常的一般，不一般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关系呢？关系户。哎，我看一眼是谁啊？等一下。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你啊，嗨，那我就不用看词儿了。那这个人就是我心目中的气氛大王王冕。我发现朋友的过度热情会让人尴尬。因为其实我生活中是那种比较内向的，因为我跟彩亮姐也认识很久了，但我俩就不太会那种比较主动发微信。然后我跟大老师其实也不会，但是迪哥这种呢，就会主动问我在不在上海啊，出去玩什么剧本杀什么之类的。但我就非常需要这种热情跟主动的朋友，要不然友谊就很难维系下去。但有的时候朋友的过度热情真的会让我有点手足无措，想逃跑。我想分享的是我第一次去贺哥陈赫家的经历。对，是我俩刚认识的时候，然后应该是21年吧，大家在上海吃饭，然后有一天应该吃到了凌晨2点半，但是大家就感觉意犹未尽，就总想再找个地方聚一聚。准备散的时候，赫就问我说：“哎，面面，你是不是没来过我家呀？”虽然2点半了，家里人肯定都睡了，但我就很开心，因为你去一个新朋友家里，说明你们的友谊升华了嘛。对对对，我就很开心跟他去，但我以为啊，就是到家里面客厅坐一坐，是不是？夜里2点半在客厅坐一坐啊？对，就2个人坐一坐，小点声，因为家人都睡了。没想到他帮你按脚。到了贺哥家之后，
他整个人就变身了。啊，哈哈，可算来了。他就瞬间变成了导游，面他就对你何必呢？他面对你，就分享嘛，就很兴奋，就从进门开始就拉着我，绵绵，角落呀，对，就快看，这是我的鞋墙，然后给我分享每一双鞋的来历，哦哎呀然后就绵，快，这是厨房，哇，你好矮啊！绵，绵，这是厨房，哎，对，绵，我们把你抱起来看。你看这是厨房，这是冰箱，你继续待一会儿，明天还有2楼，甚至就是他会把我拉到他家的狗窝，然后绵晚上你们晚上睡这里，然后是有2只狗，今天你住这儿。王冕来了，王冕来了，还叫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的朋友非常亢奋嘛。那你当时也得很亢奋啊，反我应亢奋啊！我说你好，我说今天我睡这儿了，咱们仨。但我觉得到这儿可能还好，最过分的已经3点多了，全家人都睡了。天哪！贺哥一路拉着我，我根本就不知情。贺哥一路拉着我，绵，走，这个是卧室，这是床，这是我妈。等一下，我有问题，阿姨休息了吗？不是他的妈怎么会睡在他的房间里？是阿姨的卧室。然后他说：“你猜我爸在哪儿？”爸爸说：“在这儿呢。”爸爸在身后边。夜里3点家里来客人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！爸爸在身后。老八，你要去哪里呀？俩人开始追，然后演咱俩那一段。对。我以为是个空的卧室，以为只想分享一下，他就拉着我进去，我也不知情嘛，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拉进去一个有人的卧室嘛？对啊，就拉进里面，这是床，床上这是我妈，阿姨起来，耶，真事儿，还要阿姨给你回应，我们可以离开阿姨的房间了。来，我当时2秒就逃跑了。然后我就说咱不能再逛了，我就说咱们在客厅坐一会儿吧。还逛呢？然后贺哥就可能就觉得一个人照顾不好我，还照顾不好。然后他有个好邻居，也是我们的共同好友，真哥。他凌晨3点半给真哥打电话，让真哥过来一起招待我，然后我就陪着他们俩，在他们家的客厅困得不行，聊到凌晨4点半。我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真哥爸妈也来了，对，他说的是我妈，对，在隔壁卧室。4点半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说我实在太困了，我说哥哥们我要回去了。他说绵绵你要走啊，其实我们2家离得非常近，既然你已经来了，就别走了。他拉着我一路小跑，绵绵，这是客厅，这是卧室，这是厨房。又带我走了一遍，然后最夸张的是，我陪他到6点吧，我就要走，然后他就放我走的前提是，第2天必须去他家再做一遍课，因为他觉得你今天来我家待的时间太短了，他就说第2天我有个家宴，我第2天出席他们那个家宴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人家看到家里的阿姨哦，做饭跟保洁的阿姨哦，是妆发齐全哦，盛装出席迎接你，盘着头发，穿着旗袍，然后非常端庄。我戴个帽子，就穿个卫衣。我说我今天服务哪位阿姨，我就感觉没给谁做饭。哇，他最大的待客之道是他喜欢留宿别人，留宿，就他认为你在我家住，睡在我家才是我跟你友谊表达的最好的方式。就是我就感觉到了后半程，所有人都走了嘛，然后就非常诡异，在他客厅，就真哥拉着我，我说真哥我要回家了，真哥别留下，没事儿，我能照顾你。真哥还是综艺家呀，留下来。我每次啊，基本上跟你一样的，就是我已经住他非常近了，我住他真的非常近了，他还让我留宿在他家。真的吗？就是他们有的时候所有人喝完酒，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一个最容易醒的人，就听说过，可以这样，听说过，这是我的无限复活嘛，无限复活。特异功能就是，但是我每次醒来的时候，基本上跟他们喝酒的时候，我都一个人躺在他家，你说奇不奇怪？其实就是这么个短故事吧。但其实我很感谢有这种就是比较热情的朋友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他们主动的朋友，我也很难打开自己。我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有一次戚薇嘛，他做那个音乐嘛，他让我去帮他监棚，我就去了。那我觉得监棚很简单，北京这么多棚，哪里不能去啊？录音棚。结果哗开车开的特别远，他给我个地址，然后我想，哎，怎么这个棚要到这么远吗？就郊区嘛要到，哎，有必要到这么远的地方录音吗？一进去，而且发现是他家。哦，没想到我一到车库一下来，他盛装出席。全妆，画的就这样，都画好了，裙子都已经弄好，在那，薛来了，薛来了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想，就是有必要吗？就咱们这么熟了，你为什么还化个妆啊？然后咔迎上去，迎我到楼上，然后啪一进去，我一推门，一进去以后，发现她老公李承铉全妆，
而且平时他们叫我都会叫老薛嘛。他们一到这个房间进去以后，他们薛老师你来了。哎呦，为什么带着调啊？我们今天录音，我今天录的。他中文现在没这么差。不，还是差的，还是差的。说我们这里就一个房间，你就这个录音就好了。你坐在这边，我进去拍他们，哇塞，整面墙全是摄像头，有机器，就他们要录像，你懂吗？他们要录明白了，那你通知我一下的，他也不告诉我，我跟狗一样来的。然后最好笑的是什么对吧？咱们就在那么录嘛，他们就在车上的嘛，然后就他女儿也进来了，全装。妈妈，妈妈，我可以先去睡觉了吗？小儿子2岁多，在那扑粉。他们家没人卸妆是吧？全是妆。就是朋友的过度热情，有的时候会让你确实觉得有点不自在。有一次五一节的时候，我去我们一个四川宜宾的朋友家里玩，我当时去那儿想的就是去随便吃个小摊子，吃个宜宾燃面就好了嘛。我就给我朋友说，你找一家宜宾燃面，我们吃一吃就 OK 了。他说不用，我妈妈已经安排好了，今天带你去吃宜宾宴。人家订都订了，盛情难却，我还是去吧。但是我其实找餐厅喜欢自己查嘛，我说我查一下那个宜宾宴的特色菜是什么，一查战斧牛排，我专门跑到宜宾燃面的故里，我吃战斧牛排。下午的时候我自己再去补了一个宜宾燃面，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他们旁边有一个景点叫做蜀南竹海嘛，我说明天安排去蜀南竹海玩，他说迪哥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到时候请你吃一个全竹宴。哦，我说哇全竹宴。结果五一节特别堵车，本来是10点钟出门，到了以后已经下午2点了。我朋友太热情了，12点就把菜给点好了，全凉了。我打开那个门的瞬间，那个餐桌还是个转盘，所有的菜都在转，冷得要死。我那个朋友就有点尴尬了，迪哥，这个菜是热的，迪哥。没有必要吧？真的，这个回锅肉还是热的，这个水煮肉片还是热的，迪哥。我觉得你这个朋友应该给你个圈儿，来，鸡哥来套圈儿，套着哪个是哪个。然后我想说，人家都点了一桌子菜，我们就吃嘛。刚坐下哦，进来一个女的，拿着手机。比如说王冕是我啊，宝宝们，没错，今天是全竹宴哈，全竹宴。这个是竹荪蛋，这个是竹笋炒肉。懵了，我真的懵了，我说什么情况？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说话，然后我一个朋友就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就是私人聚会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那个女的还有理了，嘘，我在直播。她说她在直播，莫名其妙。所以我后来问我朋友这是什么情况，我朋友在说，哦，因为这家餐厅不好订，我联系了他的老板。哦，我都快疯了。直播一出去以后，老板进来了。你好，你是杨迪吗？你是杨迪吗？这是我们的全竹宴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有的时候想跟朋友的私下聚会，但是导的就是那种很不自在，很难受。但是我还是谢谢我这个朋友，有机会大家去蜀南竹海吃一下全竹宴，还是很好的。但是记得化妆，因为会有直播。你们身边有遇到那种吗？过于热情的朋友？我这个印象爆深刻，真的。高中那会儿，当时是可能16岁生日，然后那会儿呢，当时我寻思，我说我要请班上的很多同学、好朋友嘛，大家一起就是在那种轰趴馆嗨一下。然后当时有2层楼，我是包了第2层楼嘛，我就害怕朋友找不着，地方有点偏，我就在楼下挨个接朋友嘛。然后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情况，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接我的朋友们。但是我不敢确定我朋友们有没有叫朋友来。但是如果叫了朋友我不认识，他们就过来说，哎，你是的哦，我说哎，楼上，我说就在楼上，领位员，叫了10个朋友，上楼发现有20多个人，但是没有人发现奇怪，因为他们可能以为这是我的朋友，他们不认识。我以为是他们的朋友，我不认识。那些陌生人没有自己的事吗？真的在那嗨啊！主要是我旁边我看到有那种40岁的大哥哦，40岁的大哥，你这种是顶级帅哥级别的。我说我一个16岁的中学生，我的朋友的朋友是一个40岁的那种大哥，监护人，然后当时那种感觉就巨尴尬。其实有的时候朋友的过度热情，反而让你真的会觉得特别不自在啊！是的。哎，我想说一下，咱们没给过垫子的了。哎呀，垫子这事儿忘了，是不是？
但是也可以补给一下。对，因为这个垫子是用来托底的，我觉得都讲的不错，不用托。可以，来薛之托，不是薛之托，你是不是想说薛之谦说？哎，来您说啊。我觉得王冕我给你一个，因为你刚刚在说的时候啊，你的节奏特别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中间也插得进去。好，谢谢真哥，谢谢真哥。哎呦，这个，哇，哎，是不是高一点舒服一点？高处不胜寒，哎，王冕，我觉得刚才你俩合作这么多年了，你再来一个，重复到了哥，别，你再来一个，你还上得去吗？上得去吗？我们看看下一个，教主来了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天花板。它比烟花小，给它垫上去。别再说了，真坏的孩子，捧杀啊，太难了。我发现有一些问题可以不用正面回答。因为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各位年轻人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那种，就面试的时候，然后面试官会突然问你，说出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，然后有的年轻人就真的会说我会忍不住整顿职场，直接就走了，好吧？然后比如说，喝酒的时候，老板突然跑过来问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天花板，你问错人了，你问错人了。问错人。再比如哈哈曹跑过来问你说，我穿这个衣服帅还是狗穿这个衣服帅？天花板，天花板啊！然后这种时候，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直接回答，可以回答一个特别不知所云的，然后保护好自己就好了。因为你说实话有可能会伤害对方，你说假话有可能会昧良心。我有一个案例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我以前的工作，我们有一个领导，然后看一个下属不开心，比如说哈哈曹不开心，这领导就把他叫过来说，今天你有什么不开心都可以跟我说。然后他说，我可以跟你说吗？因为我对大领导不开心。那个就说，今天你对大领导有任何的不满，你都可以说出来，咱们所有的话就留在这个屋子里。然后那个人就很开心就说了，然后话果然留在了这个屋子里，就一个字不差的留，因为他录音了。背刺。他偷偷的录音下来，然后就直接给了那个大领导听，说你知道，其实哈哈曹不满意你很久了，你听这个录音，然后就把他开掉了。我自己学了个自保，我自己自保的方法就是，无论怎么样，你前面都说半句，正如你刚才说的那样。把对方也挂进来。你觉得哈哈曹怎么样？正如你刚才说的那样，很多衣服狗穿了都帅，他穿了不帅。这个好棒，懂了，就是比如说我跟大家讲，我讲杨幂这人真讨厌，正如你说的那样，那就算录进去也没有关系。推我这儿来了是吧？啊，好，反正你俩一伙的。拉一个人下水，然后这个方法非常好用，而且还有在一种情况下，我也想请教一下三位老师，因为三位老师肯定参加过很多电影的首映礼。没有，很少去。一次都没有吗？一次都没有，我还得知道看上你了。真会 Q， 我们仨人没怎么拍过电影，什么这些，杨迪还多一些，杨迪多一些，你还有一些。其实电影首映礼其实很难的，因为你是被请过去以后，你就只能说好话。对，我们这个嘴说得出什么好话？所以基本上我真的很少去。我们老在北京首映礼，我太高兴了，我不敢拒绝。那你都不敢？这就是你搬去上海的原因吗？对，我还想搬去拉萨呢。我天！有的时候你真的看了很多的首映礼，那电影真的不好看啊！你站起来，你说哪一部？是哪一些啊？是谁拍的呀？这种时候怎么办？我发现火星情报局太难录了，重录了。就有的时候你个电影你夸不出口，你怎么办？我发现一个技巧。比如说哈哈曹坐里面，我只能拿你举例了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可以，那我觉得挺好。比如说今天哈哈曹有一个电影，然后请我首映，然后他可能这个电影非常烂，但我站起来要说，这个哈哈曹的电影很哈哈曹。当形容词用。
烂不烂交给别人判断，能明白吗？哦，如果有一个人说啊，那他就是觉得哈哈草烂，但我没觉得，就是很哈哈草，这个方法就 OK 了。学到了，学到了，该去还是可以去一下。而且我发现有一些明星，甚至我一些朋友们，他们会夸电影院的设备，是有病吗？音响太棒了，这爆米花炸。我发现只要避重就轻，瞎聊就能避免很多的问题。确实确实，学到了学到了，懂了。哎，其实回答问题确实是一门技巧哈。是，要不然咱们现在当场考考他，看看让他回答问题，好吧？哦，考考。行，看看你的临场反应能力如何？没关系，天花板怕什么？得罪人的小凡帮我答。我打个比方好不好？好，对面这么多很厉害的冠军，是不是啊？天王，你觉得如果他们去参加你的那个喜单的话，你觉得他们能在你们的节目里面得到第几名？尤其是漫才兄弟，他们第1名。他们会碾压富航，不是，就不得罪我，哎，跟我又没关系，对吧？尴尬的是他们。这段剪掉，不要。哎，其实可以。正如漫才兄弟说的那样，他们会碾压富航。正如教主说的一样，他来我们节目也是碾压我们的。对。他们会碾压富航，正如教主说的一样。哎，那我有个问题，来，请问，你来，就是因为我跟教主是前2个礼拜认识的，就是我其实蛮好奇的问题，就是你来这个节目一期多少钱？天哪，好敏感的话题。哦，他的价位很教主，是吧？我的价位很教主，很教主。你们的是不是要平分啊？你们俩是不是要平分？所以应该是你们的2倍。所以你是300万是吗？给你还抹了0吗？真是。你们2个怎么知道对方一定跟自己一样呢？要不你俩左右耳告诉我一下？没有啊，应该差不多。哥，这边节目搞我们，我还写3个提案呢，他赚这么多，他们。哎，只有哈哈草在困惑，还给钱呢。哈哈草花钱来的，打车还打了7、8块呢。他说只管饭呀，他们说就。我也有问题。哎，彩铃要问，哎，您说啊，那个俞敏洪老师有罗永浩老师说那么烦人吗？哎，这个就是真的来了啊！于老师最大的缺点就是有的时候他太于老师了。正如罗永浩所说，而我心中的观点应该跟董宇辉是差不多的，然后别提我了。3位老师，我们在网上都刷过您3位的各种高情商的回复，甩到我们身上了。我经常刷到您说杨迪幽默化解一切尴尬。看来这个营销还是有用啊！大张伟老师能接住一切的梗，哪怕这只是一个柿子，他都能逗笑大家。对，绝对是啊！大老师，您觉得您去我们那档脱口秀节目的话，会不会比我们的评委更专业、更懂脱口秀？不会。你这一个就是完全是一个真实回答，因为我是一忠实观众啊，我爱脱口秀，我去哪儿都是我的家，好吗？就是这样啊，是。还得是大老师啊。评委到底是评委，完美。那我问冠军吧，王冕老师，你也是冠军，漫才兄弟也是冠军，你觉得2届冠军哪个更有含金量啊？哎呦喂，直接说第1届，直接说第1。我们彼此都有搭档，我的搭档是小吉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小吉是冠军，因为小吉起码不会说话。哎，这跟夸座位有什么区别？对呀，这个是从你那学过来的嘛。太好了，夸绕过去了吗？太棒了。对呀，绕过去了，哇。我想问杨迪老师，您录过那么多节目，哪档节目最烂？节目名字是啥呀？哇，这个你说过，就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。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过啊。其实往往很多时候不是节目烂，是人烂。那是谁烂了？
谁嘞？谁嘞？谁嘞？什么样的人最烂呢？在节目上刁难我的人最烂。有。哎，你在喜单不是第5名吗？你觉得去脱友你能第几名？我去脱友应该能当导师，不是，不是，好，就点到这儿。啊，因为我发现那边的导师都是真心喜欢脱口秀的，我们这边也是，走哪都是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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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刚刚那个我信了，你就是这么想的。好，那么就是说，对他彩排的时候就这么说的。谁说的？我上回碰见一人跟我说，哎，你自个儿知道你像大张伟吗？那你怎么回答这种问题？你就是大张伟啊。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对，然后就这种问题，你之前有过什么特别刁难你的问题吗？没有哎，还好没有过，都迎刃而解了。还好，都还行哈，其实就是这样。但其实有的时候刁难的问题，反正咱们如果能好好把它化解掉，也还挺好的。最怕的那种就是出去以后，有的时候他们采访我，我希望他们来点刁难的问题，我可以高情商化解。结果他们问的是，请问如果你有一盏阿拉丁神灯，你想许什么用？好无聊啊！我希望这个问题消失。有人向你提问，我们当然很想正面回答他，但是很怕我们的所谓的正面回答变成别人背刺我们的手段，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交流起来，我们都少一些手段，多一些真诚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真诚最重要啦 ，yes。那咱们就可以下面一个人提案了，对不对？下面就是我最喜欢、最让我笑炸的，就是我毛蛋。哎呦，老师，我发现地球人经常平地捅高楼。捅娄子其实就是闯祸，就是新人到一个新的地方会努力的展现自己，但是越展现自己，其实环境不熟悉，他就越容易闯很多祸。没错，闯祸这个其实跟体格有关，体格小的闯的祸就小。我这个体格，对我确实经常闯祸。我原来是大连自来水公司的，我原来刚到我们公司大约就是2周左右吧。我们公司组织一个篮球比赛，然后我就报名参加，因为我们第一场跟那个对面的总公司打，当时我们那个分公司的经理特别注重的跟我讲，总公司他说有个副总也去打，说让我那个就是放水。这个我说这个我懂，都是社会人。自来水公司放水，我让他放水啊对，放水，我就上去哎呀传球传错了，传给他好几次。我说哎呀真是个大笨蛋，我这个。哎呀，糟糕！但是我放水已经放成这个样子了，就是跟我对位的那个大哥，他就是小动作特别多，打球特别脏，他就一直这么肘我，会还绊我，还会撞我，然后会各种小动作。哎呀妈呀！关键是裁判也不催的，我打到下半场的时候，那个副总啊他下去了，我就说我该让这个大哥看看我真正的实力了，我就上去我就啪。刚那下是篮球吗？擒拿。我上去各种活，我这又拧他肋巴扇，拧他那边骨，裁判吹我犯规吹了好几次，我都不管，照样干他。后来我们那个交了个暂停，下来之后我才知道，就是一个集团公司啊，他有好几个副总，就是我跟我对位那个大哥也是其中一个副总。跟我讲完之后，我就非常懵，知道吧？上台之后我回到场上我也不敢防他了。但那个大哥他那个气啊，他没消，他要使全力要撞我，但是我不敢跟他撞了。他一撞我就闪开了，他就在我眼前来了个就是立定跳远，是吧？摔了。他从3秒区的这边跳到了这边，一头就栽地下了。完我就扶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手嘎哒一下，我说领导应该是断了。然后2周之后，我们公司开那个安全会议，他还过去主持，当时就是挂在这儿了。他过来的时候还推着，我知道你们公司年轻人挺有冲劲的。这种属于总公司捅的娄子，就是我们分公司是负责那个管道维修什么东西的。有一次我就是快下班了，我接了个电话。分公司的经理告诉我，他在一线维修水管，他那一个小区要停水，有个系统发短信就提醒这12000个用户晚上7点停水。我师傅就带我用过一次，我没怎么学会，点了几下也没点明白，我就把这12000条短信啊就发到经理手机上了。我天啊！
哇！经理给我发了4条60秒的语音，骂我，他一边骂我，我都能听到那边震动的声音，就是你小毛啊，说你那个脑子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后来给我分配到一线，就是修水管去了。我接着干的第一个活也是捅了个小楼，这个楼子比较小一点，就是当时我们那个接到个投诉，有个楼说停水1周多了，我们过去检查，有一个楼停水1周多了。对呀对呀。里面的人都应该。那个大姐打电话，情绪特别激动。大姐说她老伴儿坐在轮椅上，停水1周都粘在轮椅上了。你这篓子还捅的不大呀？他说小伙，他要再不洗澡就撕不下来了。还是很能忍。大姐说。他在家就是拿点矿泉水，拿电磁炉烧一烧就擦擦身体，这电费都用的特别多，让我们赶快修。检查要拿那个电钻给地下打个眼儿，结果一个电钻打下去，我给那个楼的电缆打断了，砰一下，冒烟了。哎呦我操！哦，又停水又停电啊，电也给他停了。大姐又抻出头，小伙怎么没有电了？我说大姐，那个电费的问题我给你解决了。你也不差了，哎，不差个煤气了，噔噔噔噔噔。一起打掉算了嘛！你把这个楼的承重墙也打了，咚咚咚咚咚。其实我捅这些篓子都算是小篓子，真的小吗？这算小篓子。哎，谁给我家停1个月水，再给我电停了10块，都是小篓子。我们公司曾经有个大哥，他是给铺设主管线、自来水主管线、主管线的，主管线2米多，特别粗，特别深。他把那个管就是往下顶的时候，应该横过来，他就没横过来。你是说打那个打桩机嘛，对不对？咚咚咚打下去以后，整个人下去以后，人横着打。不是，他是一个机器往里铺设的。他往底下就打得特别深，他由于操作失误没有把管横过来，那管直接就打到地铁里去了。啊！打到地铁里，真的，地铁司机干了一辈子，第一次上班时间看着太阳了。哇，牛！而且他把地铁刮了，停运了，真的当时很严重。他提前下班回家，他怎么跟他老婆解释？我老婆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上班就是那啥了，我车刮了。老婆说你不开地铁呢，你车刮了。来，毛豆必须的，来你先接着讲。就是其实我现在全职讲脱口秀，大家也能看出来，我不是多么热爱脱口秀，确实是自来水公司干不下去了。但是我发现捅篓子的一个好处就是，如果你经常捅篓子，领导绝对不会给你指派多余的活。就是我在公司的那3年，从来没加过班。不敢。对。就是领导只会担心你手里的活你自己能不能完成好，他不会让你加班的。有的时候同事像加班去维修啥的，我说领导那我呢？领导说你先回去待着吧，我有事我叫你。他后来去脱口秀之后，全场欢呼，说终于走了，我们这边续电了。其实那个我这个捅篓子其实有技巧，就是小楼怡情，大楼有点就会开除。你就在小篓子里面1楼接1楼的捅，你就在小篓子里面捅出个 loft， 其实都没有关系。捅出个 loft，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节奏，就是捅篓子的节奏，那个楼和楼之间的节奏一定就是快慢一定要掌握好。我管这个节奏技巧叫辅楼。炸！谢谢大家。他讲的还真有道理。捅篓子，你天天捅，导演就那不导演了，就那个领导就会很讨厌你。但你捅一些很可爱的篓子，时不时捅，大家就觉得无伤大雅的捅个篓子也还行哈。其实我也有一些捅篓子的事情，肯定没有把地铁捅穿那么夸张，但是小篓子还是捅过一些。比如有一次有一个艺人叫徐浩嘛，他在他的直播间直播，那天他跟我一个化妆间。我说既然在直播，我也跟他一起直播互动呗。然后我就在他直播间在那儿聊天。然后那阵子支付宝不是有一个活动嘛，集5福，相信大家都参加过吧？里面有个敬业福特别难拿。哦，对，我知道。我就当时集5福就差个敬业福，我就在他直播间开玩笑，我说你们谁有敬业福啊？把敬业福给我呀！我的支付宝账号是不，我就说了。说完以后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
突然之间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的支付宝一直有人给我打钱。我的支付宝账号是，他也打的不多，一毛一毛的打，就好多人打，打到我就没有办法退回去了。哇天哪！当时支付宝不是几亿人一起分嘛，每个人大概分了20多块钱，我没有敬业福，我一个人攒了50多块钱，我比那些集五福的人还多。然后那个徐浩的直播间说你涉嫌金钱交易，你的直播间马上要被封了啊！吓得我都不敢说话了。然后我说我那个钱应该怎么办？是不是应该退给别人？我又退不回去，因为那些账号都是分散的，你很难退，而且几百号人，我都疯了。我说这个钱应该怎么办？但那笔钱我就捐到那个什么公益种树啊什么那个地方去，就是算是大家的公益资金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，不然已经有点非法集资了，好吓人。反正就这种捅娄子还是要小心点。哇，你招财，哇，你好厉害啊！不敢乱招，招财杨迪。我也想到一个小时候捅娄子的事情，就是我班当时有一个同学，他学习成绩特别好，老师特别信任他，但其实他是又聪明又爱玩的。我俩也经常逃课出去上网什么的。然后有一天周4，我俩晚上出去上网，就上得很晚，然后他就想给老师发短信，说明天老师我请个假，肚子疼，然后就是他想多睡一会儿，但是他不会那个定时编辑短信，所以就让我帮他编辑，我就编辑个老师我肚子疼，6点半发的，然后早上6点半周5的时候老师就收到了，但是我定的是每天发送，每天发送。周6的时候，老师又收到一条，老师说没事儿，我也没去。然后老师在班里再也不相信他了。刚刚说到那个短信，我又想到一个事儿，就是你以为把这个篓子已经解决了，结果捅了更大的篓子。因为有一次我的手机号不是在网上被爆了嘛，全网爆，我那个手机号被注册了1万个网站。你只要用手机号注册，他就给你发验证码，各种网站给我注册满，各种相亲网站，这个网站，然后我就看。还把我注册成骑手了。我如果把这个验证码发回去，我就直接接单，我就可以去直接去送餐了。我都没办法，我那阵子都不敢开机，或者只能飞行模式。一打开，这个工作那个工作，到处给我注册一堆，好忙哦。来，下一个提案呢，是我们这一季这个脱口秀的冠军。哎呦，厉害了！中的其中一个，谭湘文。来了！我发现，人越年轻，嘴越硬。这个发现是我对年轻人的忠告，跟我的亲身经历有关。真的吗？啊，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动画片。动画片就想买里面那种同人类型的玩具嘛，然后就找父母要钱，然后父母不给，然后就使用一些畸形的手段。畸形的手段？偷家里的钱？对，当时就是玩具就越买越贵，我也越拿越多嘛。哦，你这样拿他们都没发现的？啊，我妈先发现的啊，她跟我爸说：“老谭，你是不是拿家里钱了？”哦，先骂你爸。我爸我不知道，我爸特懵，我没拿家里钱，家里什么时候有过钱？哦，私房钱啊，然后他们俩就怀疑是我拿的，哇塞！然后在上完课放学啊，我班主任找我，你爸爸妈妈过来接你了。我说初中了还接我啊？又给我买了旺仔牛奶呢啊！我说怎么事？我还装着那清纯初中生，爸爸妈妈你们来找我干什么呀？然后我妈妈啪一个耳光。家里的钱是不是你拿的？是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操场上面。我的天哪！打完我以后，是不是你拿的？是我拿的。好，今天还算给你面子的，回来再说。我说这个算给面子了，这个一件，今天还算给你面子。哇，全校的人给我给了一耳光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我下午还有课嘛，下午上课特别煎熬，整个就魂不守舍，害怕了。我不知道后面不给面子是什么样子的，会面临什么。然后放学的时候，我打上了我人生自以为的最后一辆的士。我5点钟就到家了，然后我爸爸妈妈站在马路中央。你们家住马路中央？不是，他们就在等我啊，家门口的马路口等你。对，他说你跪呢？哇哦，跪在马路中央。然后我把衣服都脱光了。脱光了呀？对，我爸爸打我啊，拿皮带抽我。
那旁边还有那种卖臭豆腐的小贩了，哇，打得好厉害！对，那个臭豆腐香吗？这是重点吗？这，我就跪在那嘛。当时我就想着我不能丢脸，你都这样没有必要了，你可以丢脸了。我就说我忍着嘛，我就把脸捂着，哎呦，就是没丢脸，然后就不出声，打我就绷着啊，绷着。然后这时候最讨厌的是什么？旁人给那种情绪价值，知道吧？哇哦，老谭家里面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耶！他一句话把2个男人架住了，知道吗？我真的是死疯，我爸爸在那金蛇狂舞，知道吧？金蛇狂舞，我就说哇，不行，扛不住了，快来个大妈给我拦回去！我就猛叫，所以说年轻人不能嘴硬。就是哎呦，这个打法怎么会？在马路上就这么当着所有的众人面，一点都不给你们，你爸爸妈妈就这么打你的？确实拿了蛮多了，就是为什么在马路上打？家已经被偷空了，没有家了。那条皮带是爸爸唯一的。但是这个确实不提倡，不提倡。其实我觉得子不教父之过确实是对的。有些时候小孩做错大事的时候，你可以打2下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你不能打的时间太久，你就这么精神狂舞这么打受不了小孩，对吧？对，你不能金蛇狂舞嘛，你不能这么打嘛。我们打个比方，比如说你现在那个十字路口，我们分开打，比如说红灯的时候不打，绿灯的时候打。凭什么？绿灯了，2个人迎面而来，打个招呼就开始打，然后要哦，你几秒回去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给他缓和的时间。咱们就是说。我觉得那个你要是这个打法，其实可以带小朋友去酒店。为什么？还有旋转门，然后他每回推过来是一推过来，你从那边打他的旋转门的，有多喜欢玩游戏？旋转门打。经过这一次这个大街上的这个金蛇狂舞啊，就再也不嘴硬了啊。父母说啥是啥，但是我自己也有错在先嘛，不应该拿家里的钱。对呀，主动承认错误，我爸爸也再也没有用这种棍棒教育来教育过我了。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教育理念哈，现在很多父母的教育理念呢，也是一直在更新和进步。刚刚薛副局长也说了嘛，子不教父之过，家长肯定要给孩子正确的一些引导的责任，但是要用正确的引导方法，其实更重要的。对，不然的话就会适得其反啊。浩伦也有一个嘴硬的故事，是不是啊？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上网，有一次是忘带身份证了。然后那个网管也好说话，他是新来的，他说要不这样，我给你临时找一个，就这个先上了。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我就进去玩了。我也没仔细看，那个身份证并不是一个普通成年人的身份证，它是一个逃犯的身份证。啊！我好期待这个故事。对，然后我当时不知道嘛，网管也不知道，他反正说啊，你上吧。然后我也上机了，完了没多久，我发现有一帮特警过来了。玩这么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，我想的是，我觉得就是抓上网的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上网干嘛要带枪，我当时想的还蛮天真，我说那这个人应该上了蛮久，应该要回去了。上的再久也不会派特警来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反正当时他就是在后面看着我，我当时知道他在后面，我假装不知道，因为我以为他是过来查上网的，因为我们对这个查上网的有个自己的应对方式，就是你要把他年龄要背死。然后家庭住址也要背熟。他一拍我，我假装我在打游戏，打得正好，我一看，干什么了？这是，我还很拽啊。因为你要够不耐烦，别人才会觉得这不是你干的事情。他一眼就看出来我不是那个逃犯了，他直接说这是谁帮你上的机？我真的嘴硬，我说我以为是抓上网的，我不能承认嘛。谁？我自己的身份证谁用上我自己的麻烦？我还在上。我在问你们这谁帮你上的机子？你确定是你上的不？我说是的，我36属猪啊，我家在哪里？他都没问我。太牛了，哥们儿！他已经有点不耐烦了，我感受到了。你确定这个是你上的机啊？这个身份证是你自己的？我说是的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什么了？然后他就说好了，你晓得你刚才杀了2个人吧？我说啊。嘴更硬应该说只发现了2个吗？然后上下打量。我当时真的以为我说是上单哥打野波，他们2个死在塔下的时候我杀的多呢。我说这未必还可以报警呢。
我当时真的没有意识过来，对面打游戏的杀我报警 ，CS 打 CS 打报警报警！我当时是知道了这个完整的事情以后，警察叔叔严厉的批评了我，教育了我，然后我也是知道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，我也吓得要死。在这里还是提醒一下，就是在没有身份证之前，不要去网吧。然后因为这个行为是不对的，然后也要提醒一下有些网吧那些不该挣的钱就不要去挣，因为后面我再去看的时候，这个网吧已经被勒令整改了，关门了。对，处理。好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哈，所以这种行为不能再有了啊。是。